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世间诸法未显，众生沉浸于苦海之中，无有清凉可寻。那时的妙善公主本是王族之女，生于繁华之地，衣食丰足，宫室华丽。然而尽管生活无缺，她的内心却常感空虚与不安，常思人生究竟何所依托。她每日行走于宫廷之中，看见众生疾苦，听闻民间哀嚎，心中涌起无尽怜悯，却又无力施救。这便是因缘使然，造就了未来观音菩萨慈悲之心的萌芽。妙善公主日夜修习经咒，诵读佛典，常思佛陀所言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，是诸佛教化众生之根本。她明白，若欲度人，首先要夺己。于是她心中渐渐升起一念慈悲，以慈悲为怀，不论善恶，不论贫富贵贱，皆怀柔顺之心。她以此为首要修行之法，深知菩萨之所以能普度众生，正因其内心无嗔恨，无障碍。每日晨起，他以静坐观心，察觉自身欲望与烦恼的起落，正如《法华经》中所言，观心无住，心静则一切静。渐渐的，他的内心升起一片安详，宫廷的繁华再不能扰乱他的平静。然而修行之路并非坦途，宫中权贵争斗不息，外界战争与饥荒交错，公主亲眼目睹民间疾苦。她的心中常生悲切，然不限于愁苦，而是将此悲切化为行善积德的动力。每日她巡视民间，慰问孤老，赈济贫困，以日常点滴善行种下菩提种子。她明白，修行不仅在佛殿之中，更在尘世之上。正如《华严经》所言，菩萨行于世间，处处皆能利益众生，行即是修，修即是行。在他行善之中，意欲如于挑战。他曾被宫中权臣极度陷害，曾见同柴心生怨恨，企图破坏他的善行。面对侮辱与困顿，他学会忍辱修行，以宽容与忍耐化解纷争。他不以怨报怨，不以恨伤心，而是以智慧关照一切因缘，明白万法皆因缘而生，无常无我，自然而然心无挂碍。正如《心经》中所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他的忍辱并非懦弱，而是一种智慧的体现，是菩萨心性的真实流露。妙善公主每日静坐观想佛陀与菩萨的形象，以此安住身心。她观想观音菩萨手持净瓶，菩萨甘露，救苦救难，观想其千手千眼，随生救苦，无所不至。观想之中，她的心渐渐安定，烦恼随之消散，智慧随之升起。这正是正念观想的奥妙所在，观心静念，念念不乱，方能悲智双运，既生悲心，又具智慧，方能真正利益众生。他逐渐理解因果的深意，善恶有报，众善得福，众恶受苦。他明白施恩于人，并非单为个人好处，而是顺应因缘，积累福德与智慧，长远而益人益己。他用自身经历告诫宫中侍女与王子，行善积德，心正则福随，恶行自重，则果必至。因果教育使他更加坚定心智，亦让周围人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宫廷之中渐渐多了善念，少了嗔恨。妙善公主亦深知自身佛性，明白人人皆可成佛。她教导侍女与子民，不因身份贵贱而自卑或自傲。平等心是修行之本，她以平等之心待人，
无偏爱，无歧视。正如《金刚经》所言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平等心使他心地宽广，无论面对皇室尊贵，亦或民间贫苦，都能一视同仁，慈悲普照。在他修行之中，他学会化解恐惧。生死病痛，人生无常，皆可令心生畏惧。然而观音菩萨的智慧教诲他关照一切无常，知生死皆空，苦乐随缘，无需惧怕。无论是宫廷纷争还是外界灾难，他皆能安然处之，心无动摇。正如大悲心陀罗尼经中所言，观世音菩萨随生救苦，无有障碍。他的心随佛法而安稳，随因缘而自在。妙善公主每日行走于宫廷与民间之间，她深知修行之道并非只在佛殿之中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菩萨精神。宫廷的繁华并未使她迷失心性，反而让她更能觉察世间苦难，知晓众生心性之微妙。她观察宫内侍女与百姓，发现人心多变，世事无常。然而只要心怀慈悲与智慧，便可随缘而行，亦能化解诸多纷争。他学会随缘不争，明白因缘所致，无需强求结果。无论是政事纷争还是人际摩擦，他皆能以平静之心处理，既不执着名利，也不苛求回报。他常告诫侍从，万事随缘，心安则行顺。正如圆觉经中所言，随缘不着，万法自明。随缘不争并非懈怠，而是一种与宇宙法则契合的智慧，让他无论面对顺境或逆境，都能保持内心的清明。在家庭与宫廷生活中，他更能展现悲悯之心。妙善公主以慈悲智慧教育子女，关爱侍女，帮助众生解决实际困难。他教导子孙，善行不分大小，只要心中有慈悲，行于世间即是修行。他不仅关注宏大的慈善事业，更体察每一份微小的善缘，让家庭与宫廷成为修行的道场。他明白，若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无法以慈悲对待，又怎能普度更广大众生呢？心怀感恩是他每日修行的一部分。妙善公主懂得感恩每一次因缘，无论遇到顺境或逆境，她都能心存谢意。她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感恩师长的教诲之恩，感恩百姓的信任之恩，更感恩佛陀及诸菩萨的指引之恩。感恩使她心生谦卑，也让他在日常修行中充满喜悦与安宁。正如大悲咒中所说，一切诸法因缘生，因缘感恩，心生喜悦。他的感恩之心使修行不再枯燥，而是充满温暖与活力。妙善公主以悲心观察世界，看见众生疾苦，社会不公，战乱激进，心中常生悲悯。他明白，若仅以怜悯而心生苦楚，无法真正利益他人。他以智慧关照世界，明白苦难无常，善行可度，因缘可化。每当他看到百姓受苦，他便随生施救，无论贫富，皆以慈悲心对待。他的悲悯不仅停留于内心，而是转化为实际行动，逐渐在民间播撒善念与安宁。修行在人间，是妙善公主的日常写照。她不必闭关深山，也无需远离尘世繁华，便能在生活的点滴中实践菩萨精神。无论是处理宫廷事务，还是慰问民间百姓，她皆以佛法智慧为指导，让每一件平凡之事皆成为修行的道场。他教导侍女与民众，修行并非离群所居，而是心中常存慈悲与智慧，在每一瞬间皆能觉察自性。在与人交往中，
她学会善用言语。妙善公主明白，语言亦是利益众生的重要工具。她的言辞温和，智慧而坚定，既能安慰受苦者，又能启发迷惑者。她告诫侍从与家人，口中言语若能利益他人，则为福德之源；口中妄言伤人，则自招苦果。善用言语，让他周遭的宫廷与民间逐渐充满祥和与正念。除此之外，他每日静坐观想佛像，体察自心之微妙。这种内观禅修，使他能够觉察心性，明了欲望的起落，明白烦恼如幻如影。正念与禅修，使他内心如镜般清明，悲心与智慧同时升起。他体会到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不只是形象的象征，更是教化众生的智慧法门，无论处于何处，皆能以慈悲救度。内观禅修让他的智慧与慈悲不断深厚，内心宁静而充盈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妙善公主的慈悲与智慧渐渐圆满。她的心中明白，修行并非一时一事，而是持之以恒的实践。每日点滴善行，每日关心静念，每日随缘而行，皆为开悟之路上的阶梯。正如《楞严经》中所言，心若清净，则一切法清净。他的心性逐渐与佛法契合，内心清净如水，智慧如光，慈悲如海。随着岁月流转，妙善公主在世间修行的每一瞬间都积累着菩萨的智慧。她明白人生无常，生老病死，荣辱贫富皆为虚幻之象。面对生死，她心中不生惧怕，反而以观想佛陀与菩萨的法相来安住心性。她深知《楞严经》中所说的心若不动，万法自安，正是修行的要旨所在。凡事无常，人心易动，而心若安住，烦恼自消。他每日晨起静坐，观想自性清净无染，智慧如灯，照亮一切迷惑。在民间，他见到疾苦之众，心中悲悯不已，但他懂得悲心必须结合智慧，方能利益众生。观音菩萨千手千眼的象征，便是教导他要随生救苦，而不迷于情绪。妙善公主渐渐学会以正念观想来指导行动，无论面对病痛、饥寒、纷争，皆能平静应对。她的慈悲不流于感情用事，而是智慧与悲心相辅相成，化为具体行动，救济贫苦，开导迷惑者。面对人间种种困境，她学会随缘而不争，明白诸事顺其自然，心无挂碍。无论是王宫的权势斗争，还是民间的贫困困苦，他都能以宽容和平等之心应对。他告诫身边的人，随缘而行，勿以得失扰心。正如《金刚经》中所言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他深知执着于名利或情感皆为心障，放下执着，心自然明净，行为亦随缘而自然。在他的生活中，家庭的教化亦是修行的重要场所。妙善公主教育子孙以慈悲智慧行事，关心侍女的生活起居，以身作则。她深知，若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能以慈悲对待，又如何普度更广大的众生？她的悲悯不仅仅是内心的情感，更是落实到日常生活中的行动。她教导子女以善念待人，言语温和，以行动示范。每一次善行都是心灵的修炼，每一句慈言都是智慧的开始。妙善公主的内心常怀感恩之心，她感谢父母的养育，感恩师长的教诲，感恩众生的善缘，感恩佛陀与诸菩萨的指引。感恩之心使她心生谦卑，
也让他在日常修行中获得喜悦与安宁。他深知大悲咒中所说观世音菩萨随生救苦，正是以悲心与智慧利益众生的体现，而感恩之心则让自己在修行道路上步步生莲，光明自在。随着觉悟日益清晰，他明白自身佛性，觉知每个人皆具佛性潜质，人人皆可成佛。他不仅以平等心待人，更以智慧之眼观察万物众生，无分高低贵贱。他告诉子民与侍女，诸佛菩萨之所以伟大，正因平等心与慈悲心不可偏废，若心偏私，则智慧难生，功德难成。妙善公主日常修行之中，无时无刻不在培养平等心，她的心如明镜般清明，不论面对王公贵族还是贫苦百姓，皆以同等的慈悲对待。在她修行的岁月中，她学会化解恐惧，生死病痛、战乱灾难、宫廷风波皆能令普通人心生恐惧，但妙善公主以佛法智慧关照一切无常，明了苦乐随缘。她将恐惧化作菩萨智慧的修行机会，正如心经中所说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心无挂碍，恐惧便无法拘束，智慧与慈悲才能自在升起。每当他感知死亡与苦难的威胁，他便默念佛号，观想佛陀慈悲救度，心自然安稳，行动自然清明。妙善公主也深知语言的力量，她言语温和，劝化众生，启发智慧，安慰痛苦者。她告诫子孙，口出善言能利益众生，口出妄言易招惹苦果。善用言语，既能化解纷争，又能引导众生向善。正如《法华经》中所言，言语亦可为利益众生之法门。他每日言行谨慎，令宫廷与民间逐渐充满祥和与正念。他在静坐观想中进一步体察自心之微妙。内观禅修使他觉察欲望与烦恼的起落，心性如镜般清明。观音菩萨千手千眼的智慧教会他随缘救度众生。每一次禅修都是内心觉悟的提升，每一次观想都是慈悲智慧的实践。他明白，真正的开悟不在远山之中，而在日常生活里，在点滴行动中，在随缘而行的每一瞬间。随着岁月的积累，妙善公主的内心愈加清明，她的慈悲与智慧逐渐圆满，行事间已然展现观音菩萨的风范。她体悟到，真正的修行不在于高山深林的隐居，而在于日常生活中将佛法落实于行动。无论是宫廷的繁华，还是民间的贫苦，她都能以平等心与慈悲心处之，利益众生，而不执着名利之得失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明白随缘而行的重要性。因缘既至，自当应之；因缘未生，勿强求之。他学会在顺境中不骄傲，在逆境中不怨恨，将因缘视为修行的桥梁，顺其自然，心无挂碍。这份随缘的智慧使他在风雨飘摇的人间生活中依然保持宁静，行动自然而自在。妙善公主的心中，慈悲不仅仅停留于情感，更化为日常的具体行动。她用智慧指导众生，安慰痛苦者，教导子孙与侍女。她提醒他们，行善之道无需宏大，每一次施恩，每一句善言，每一份温暖，都是菩萨心的实践。行于日常，基于点滴，方能如水滴石穿，生出无量福德。他对家庭的关怀亦是修行的重要一环。妙善公主不仅体察子孙侍女的生活，更教导他们以慈悲与智慧待人。她的行为成为众生学习的榜样，家中因她而生祥和之气，宫廷因她而增善念。
他明白大悲心陀罗尼经中所示，菩萨之行不必远离尘世，日常生活即道场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他常怀感恩之心。他感谢父母、师长、众生、佛陀与诸菩萨的指引。感恩之心让他心生谦卑与喜悦，每一次善行，每一份施予都不为回报，只因因缘所致，自然发愿。他的感恩使修行之路充满温暖与光明，使内心如莲花般清净明亮。妙善公主的悲心日益深厚，她以智慧关照世界，识别苦难，并施以援手。她明白悲悯不能只停留于同情，否则一生苦恼。智慧与悲心并行，方能真正度人度己。他随生救苦，无论身处何地，皆能安慰痛苦者，化解困顿。正如《法华经》中所言，随生救苦，使菩萨心之真实显现。他每日静坐观想佛像，体察自心微妙，观心静念，觉察欲望与烦恼的起落，使心如明镜般清明。观音菩萨千手千眼的智慧，令他明白随缘救度众生之道无处不在。每一次禅修都是对自性的深入觉察，每一次观想都是慈悲智慧的实践。通过内观禅修，他的心性与佛法契合，慈悲与智慧在行动与觉知中交织。在岁月的长河里，妙善公主终于彻底明白，修行并非追求功德或荣誉，而是内心的觉悟与慈悲的实践。她心中常念，心若清净，则万法清净；心若慈悲，则众生得益。正如《心经》中所言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心无挂碍，智慧与慈悲自然流现。他以日常行为、言语、观想与禅修，将菩萨之道落实于世间，成为真正的观音菩萨。他的修行轨迹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善行，每一次观心，每一次随缘不争，每一句善言，每一次禅修，都是开悟法门的一部分。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，观心静念，闻声救苦，放下执着，行善积德，忍辱修行，正念观想，悲智双运，因果教育，觉悟自信，平等心，化解恐惧，随缘不争，悲悯家庭，心怀感恩，悲观世界。修行在人间，善用言语，内观禅修，20条开悟法门环环相扣，渐次深入。最终，妙善公主化身观音菩萨，遍行于世间，以慈悲普度众生，以智慧启迪心性。她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开悟并非遥不可及，而是在日常生活中随缘而行，心怀慈悲，智慧自生。每一个愿意觉察内心、修行慈悲的人，都可以在世间实践菩萨之道。这一段故事不仅是前世的传说，也是每个人修行的镜子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亦可依循妙善公主的行迹，将慈悲与智慧融入每一件平凡之事，让心性逐渐清净，慈悲与智慧日渐圆满。在这条修行之路上，世间苦乐只是过眼云烟，唯有心中清净与慈悲长存，方能真正获得自在与安宁。妙善公主的开悟之道，便是观音菩萨给予世人的永恒启示。卢叔送你一句话作为结尾：修行的道路并非远在天边，而是在日常的点滴之中，唯有慈悲长存，智慧长照，方能在纷扰人间，心如莲花般自在清明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